欢迎来到咖啡屋，我是一彩。姐妹们，你有没有这种感觉？一到秋天，满大街望去都是黑压压、灰蒙蒙的一片，死气沉沉。衣柜也像一口旧井，全是灰的、驼的、黑的。每天穿来穿去都一样，镜子里的自己气色暗沉，毫无生气。其实不是不想变漂亮，只是怕穿亮色被说装嫩，怕太花被笑，不稳重。可真正让人显老的，从来不是岁月，而是那份不敢亮、不敢活、不敢表达自己的胆怯。当你敢穿颜色，整个人都在发光。今天这期咖啡屋，一彩推荐4个颜色，让你穿出年轻好气色。第一个颜色，明媚的日光黄。在今年所有流行色里，最让我心动的就是日光黄。它不像柠檬黄那样刺眼，也没有正黄色那样浓烈，它更柔、更暖、更贴近生活，像是秋天午后透过窗的那一缕阳光，带着一点暖，带着一点懒，不耀眼却能治愈人心。我第一次穿上日光黄毛衣那天，镜子里的自己整个人都亮了。那种明媚的感觉不是张扬，而是内心被点亮的那一刻。有姐妹问我，一彩，黄色不会显黑吗？其实关键不在黄，而在黄的明度和搭配方式。如果你是暖肤色，推荐日光黄搭配白色。白色能把黄调柔和下来，让肤色更干净。比如白衬衫搭配黄条纹针织背心，清新减龄，还有点法式小文艺的味道。如果你是偏冷肤色，试试日光黄搭配灰色。这种搭配非常高级，温柔中带点知性气场。我最爱的组合是日光黄毛衣搭配浅灰裤子，搭配暖橘鞋，气色、状态、氛围感全都有了。当然了，日光黄也可以很青春，毛茸茸的黄毛衣搭配牛仔裤，搭配白球鞋，那种随意又有光的感觉，就像秋天的阳光，不热但很暖。或者你可以更大胆点，穿一件亮黄色小香风外套，搭配浅蓝牛仔裤，那种色彩冲撞带来的俏皮感，立刻让人觉得哇，这个女人真有活力。穿这个颜色的时候，一彩的小技巧来咯。第一个小技巧，小面积亮黄更高级，别一身黄那样太抢眼，比如包包、鞋子、丝巾这些点缀就够。你走在街上，别人第一眼就能记住你那条黄丝巾的女人。第二个小技巧，黄色搭配暖妆感，无敌显气色。记得搭配暖橘或豆沙色口红，整个妆容就会很阳光系，特别适合我们50+的姐姐们，提气又不浮夸。第三个小技巧，日光黄搭配大地色，秋天氛围感爆棚。比如黄衬衫搭配奶咖裤，或裙搭配棕色包，那种秋日拿铁感，谁看谁说一声高级。我有一个粉丝阿娟，今年52岁，她以前只穿黑白灰，觉得那样稳重有气质，但她总跟我说，一彩，我觉得自己看起来越来越没精神。后来我建议她试试日光黄，她半信半疑地穿了一件黄毛衣来上班，结果那天她刚进办公室，同事就惊呼，哎呦，阿娟，你今天气色真好。她笑着跟我说，一彩，我发现颜色真的能救人。是啊，日光黄能救回我们的生机感。第二个颜色，温婉的香芋紫。如果说日光黄是阳光的温度，那香芋紫就是秋天的温柔气息。它不像粉色那样甜腻，也不像红色那样热烈。香芋紫是一种带点雾气的浪漫，不张扬不喧闹，却能在一瞬间让你的气质静下来。我一直觉得香芋紫是一个懂生活懂自己的女人的颜色。年轻女孩穿粉是可爱，而我们这个年纪穿紫是优雅。那种优雅
不是故作姿态的高贵，而是我见过风雨，也依然温柔。很多姐妹问我，一彩，我肤色偏黄，穿紫会不会显脏？其实不会，香芋紫就是为亚洲肤色设计的宝藏色，它带点灰调，能自动柔化肤色，让你的脸色看起来干净、透亮、温柔。我最推荐3组搭配，简单又不出错。第一组，香芋紫搭配白色，干净又显白，紫色上衣配白裤子是不败组合。白色能中和紫的浪漫，让整体更清透，尤其是毛衣搭配米白裤这一套，就像秋天的清风，温柔的刚刚好。第二组，香芋紫搭配灰色，知性又高级。灰色是紫色的灵魂伴侣，两者叠在一起，就像老电影的调色，有故事，有气质，有深度。香芋紫针织衫搭配浅灰半裙，优雅得不动声色。第三组，同色系搭配，层次感满分，比如浅紫上衣搭配深紫裤子，像渐变的天空，一眼就能看出你很会穿。这种搭配在职场也能驾驭，低调却很有存在感。穿香芋紫的时候，一彩有以下几个小贴士：一是紫搭配白是减龄，紫搭配灰是气质，想看起来温柔就配白，想显得知性就配灰，千万别一身同一种紫，那样反而会压气场。二是材质决定氛围，针织温柔，丝质优雅，粗花呢贵气同样是紫色，不同面料能表达完全不同的情绪。三是妆容要跟着柔，香芋紫配豆纱唇，淡眉微卷发，立刻显得气质又年轻。千万别化太重的妆，会抢色。有位粉丝阿美，60岁，她原本只穿驼色、黑色，她总说我怕颜色太亮会显得不稳重。后来我劝她试了香芋紫，她第一次穿那件紫色毛衣拍照时，整个人笑得特别亮。那种笑不是惊艳，而是舒服，是终于又喜欢上镜子里的自己的那种笑。姐妹们，香芋紫的美不是第一眼的惊艳，而是那种看久了还温暖的气质。它像是一杯温热的牛奶，平静、柔软又治愈。所以啊，别害怕紫色太女人，女人就该有一点女人味，那不是矫情，是你的底气。第三个颜色，温暖的摩卡慕斯。姐妹们，秋天的味道是什么？有人说是落叶的清香，有人说是桂花的甜，而对我来说，秋天的味道是一杯摩卡拿铁的颜色，柔和的咖啡棕，混着一点奶白，一点灰调，温暖细腻，带着安静的甜，就像一个温柔的女人，不争不抢，却让人无法忽视。摩卡慕斯色是那种低饱和的温柔，它不张扬，却有自己的气场。穿上它，你不会觉得自己特别惊艳，但你会发现，走进镜子前的那一刻，整个人都松了。那是一种我不需要取悦谁，我只想舒服地活着的感觉。丽丽今年50岁，是个独立又有气质的女人。她原本很抗拒棕色，觉得太暗太老气。直到有一次，我给她换上摩卡色针织衫，搭一条奶白鱼尾裙，那一刻，她看着镜子里的自己，眼神都变了。她说：“一彩，这颜色好温柔。”是啊，摩卡慕斯色的神奇就在于，它不夺目，却能让你的气质悄悄升温。那我们怎么穿好这个颜色？其实特别简单。第一组，摩卡搭配白色，治愈系氛围感。摩卡棕的温暖配上奶油白的清爽，就像拿铁上那层绵密的奶泡，温柔轻盈又干净。摩卡毛衣搭配白纱裙，气质立刻柔下来，像一杯甜而不腻的热咖啡。想要更通勤一点，就把纱裙换成奶油白阔腿裤，
立刻变成优雅高级的办公室穿搭。第二组，摩卡搭配燕麦色，轻奢感满分。燕麦色是摩卡的灵魂伴侣，两个颜色同为大地色系，叠在一起层次分明，看起来特别贵。比如摩卡西装搭配燕麦针织，搭配浅卡其裤，整套颜色就像秋天的光，柔和又有质感。你走在街上，没人知道你穿的是什么牌子，但所有人都觉得你很有品。第三组，摩卡搭配蓝色，温柔中带一丝清新，这是我私心最爱的组合。浅蓝衬衫搭配摩卡长裤，理性与温柔并存，刚刚好。这组配色很适合我们40岁以上的姐姐，有气场又不死板。尤其是周末出门见朋友喝咖啡，一身摩卡配蓝，随意又有格调。在穿摩卡慕斯色时，一采有一些小秘诀。一是选哑光面料，远离反光感。摩卡色本身温柔，如果材质太亮反而容易土。针织、羊毛、磨砂皮这类材质最能衬托它的质感。二是同色系层叠，氛围感翻倍。像摩卡搭配焦糖搭配奶白这种组合，是秋天最贵气的色系。你可以从衣服延伸到包、鞋、帽子上，整体就会很有咖啡厅女人的气息。三是妆容要有温度，摩卡色配豆沙唇，棕调眼影，轻微腮红，整个人的气场是温柔的力量。其实我们女人到了中年，最需要的不是惊艳别人，而是让自己看起来舒服、松弛、有温度。摩卡慕斯色正是这种气质的化身，它像是生活的回甘，让人越看越耐，越穿越懂。第四个颜色，复古电影感的橄榄绿。姐妹们，如果说日光黄是阳光，香芋紫是梦境，摩卡慕斯是温柔，那橄榄绿就是秋天的灵魂底色。它不是普通的绿色，它更像是一种带着故事感的颜色，沉稳内敛却暗藏生机，就像一个看似安静的女人，不言不语却让人忍不住想靠近。我常说，一个女人的气质要从沉下来开始，而橄榄绿就是那种能让你安静却不无聊的颜色。它融合了棕的稳重、黄的温度和绿的生机，既不像军绿那样硬朗，也不像草绿那样张扬。它带着一点岁月的味道，有点复古，有点温柔。最重要的是非常显气质。橄榄绿的针织毛衣是秋天的温柔盔甲，它有棕的厚度，又有绿的呼吸感。穿上它，你会发现整个人都变得安静了。那种安静不是冷漠，而是一种我不吵也不慌的底气。我最喜欢的搭配，橄榄绿针织搭配浅蓝牛仔裤，这个组合几乎适合所有肤色。蓝色的清新中和了绿的沉稳，一静一动，一冷一暖，就是那种看似不费力却恰到好处的时髦感。要是想更温柔一点，就搭米色半裙或奶咖阔腿裤，整个人瞬间柔和下来，带着书卷气的高级感。橄榄绿的大衣或风衣真的是秋天的主角，它不像驼色那样大众，也不像黑色那样沉闷，是那种一穿出门就能在人群中被一眼记住的颜色。我很推荐短款橄榄绿夹克，短外套搭配高腰裤，立刻拉高腰线，显腿长显精神。如果想更有气势一点，长款风衣就能让你气场全开，尤其是那种带点磨砂质感的棉质风衣，配上白裤子或者焦糖色长裙，走在街上，整个人都像走出旧电影，高级静谧又带着一点故事感。想把橄榄绿穿出高级气质，颜色的搭配是关键。橄榄绿搭配奶白，干净温柔不挑人。这组配色特别适合肤色偏黄的姐妹，绿中有暖，白中带光，会让脸色显得通透柔和。橄榄绿搭配卡其，复古文艺感拉满。
像法式街头风那样的搭法是那种低饱和的高级，搭双乐福鞋，背个皮革包，随便走2步都像在拍画报。橄榄绿搭配牛仔蓝是青春气息和松弛感，非常减龄。尤其是深橄榄绿上衣配浅蓝牛仔裤，气质中带点俏皮，适合任何想看起来年轻5岁的女人。异彩需要提醒的是，橄榄绿虽然百搭，但材质很关键，要想穿出气质，千万别选那种太亮太滑的布料，建议选带一点哑光质感的，比如针织、棉麻、磨砂皮，它们能让颜色更沉下去，显得温柔又有层次。我有一位粉丝叫小云姐，她曾经跟我说，异彩，我以前不敢穿绿色，怕显黑。我让她试了橄榄绿风衣，那天她穿着那件衣服去接女儿放学，女儿看了她一眼，笑着说，妈妈，今天你看起来像女主角。小云姐当场就红了眼眶。她说，原来颜色真的能给人力量，我特别认同，因为一个懂得用颜色取悦自己的女人是懂得生活的人。姐妹们，你是不是也有过这种困惑？一看到亮色衣服就心动，可拿到手又害怕，我穿会不会太花？于是最后还是默默选了黑、灰、卡其。但我想说，你不是不适合亮色，只是没掌握穿得舒服又气质的比例。我有一个秘诀叫3-3原则，什么意思？就是全身3种颜色以内，一主、一辅、一点睛。这样穿既有层次感又不会乱。比如你穿一件香芋紫毛衣作为主色，配一条米白裤子作为辅色，再加一支摩卡色，小包点睛，整套穿下来温柔又稳，颜色彼此有呼吸，不会互相抢戏。再比如穿橄榄绿风衣作为主色搭配，白 T 作为辅色，再搭配日光黄丝巾点睛，是不是一下就有精神了？那条丝巾就是造型的灵魂笔。你一出门，整条街的氛围都亮了。如果你还担心穿不好彩色，异彩给你4个搭配公式，照着穿就很漂亮。第一个公式，亮搭配柔，温柔高级。很多人害怕亮色显老，其实是因为太硬。你要让颜色变得软一点，比如把亮黄色换成日光黄，鲜紫色换成香芋紫，焦糖棕换成摩卡慕斯。亮色和柔色混在一起，就像加了奶的拿铁，不突兀不夸张，还带着一丝温度。第二个公式，上浅下深，显高显瘦。这个方法特别适合我们中年姐妹，比如上衣选黄色、紫色、燕麦色等浅色，下装用棕、咖、黑等深色，视觉重心自然上移，看起来人更挺拔有精神，反过来穿就容易压身高，显得头重脚轻。所以记住，亮在上，稳在下。第三个公式，一点亮色，一点精气神。中年女人最怕穿得太安全，黑灰驼穿多了人就会变暗，而一抹亮色就是点燃气质的那束光。你不需要全身花里胡哨，哪怕只是一条亮色丝巾，一只明黄包，一双酒红鞋，都能立刻提亮整个人。我身边一个朋友，他以前上班永远是灰西装搭配黑裤子，后来我让他在脖子上加了一条橄榄绿丝巾。第二天他笑着跟我说，异彩，我走进办公室，连老板都夸我今天气色真好。他说那一刻突然发现，颜色不只是装饰，它是一种能量。第四个公式，同色不同深，高级感拉满。比如浅摩卡搭配深咖啡，浅紫搭配深葡萄，浅黄搭配焦糖色。这种搭配像水彩晕染的渐层，柔和又自然，不会有强烈对比，却自带层次。它的妙处在于看起来舒服，
拍照也显气质。尤其在秋天的光线下，那种暖调的流动感真的很迷人。我常说，穿搭不是为了别人夸你年轻，而是让你重新喜欢自己。有时候，一件亮色的毛衣就能改变你整天的心情，一条橄榄绿裤子能让你走路带风，一只日光黄小包能让你重新笑得明亮。姐妹们，你有没有发现，人到中年以后，我们开始变得怕颜色，怕太亮被人笑装嫩，怕太花被说不稳重，怕太红太紫被贴上高调的标签。于是我们慢慢学会了脏，衣柜里只剩下黑灰驼，走在街上跟别人几乎没有区别。可有时候我真想问，你真的不喜欢颜色了吗？还是只是被别人眼光绑住了？我有一个朋友，他叫阿莲，今年53岁，是那种标准的贤妻良母型，几十年都穿着一成不变的米色外套、黑裤子。有一天，他突然说：“一彩，我好像不认识自己了。”我问他为什么，他说：“我照镜子的时候，觉得那个人好像只是个母亲，太太却不是我。”我笑着对他说：“那你就该去买一件有颜色的衣服。”那天我们去商场，他犹豫了好久，最后挑了一件香芋紫的针织衫。他试穿的时候，整个人都安静了。我看着他的眼神从犹豫变成柔软。那一刻，我知道他不是换了一件衣服，他是重新拾回了自己。后来他跟我说，我穿上它的时候，突然觉得生活好像又有点光了。这就是颜色的魔力，它不是装饰，它是一种情绪，一种信号，一种温度。当你敢穿色彩，你就敢对这个世界说，我还在热爱生活。有人说穿的亮色是不成熟的表现，可我觉得不敢穿颜色才是一种被生活驯服的征兆。一个懂得穿色彩的女人，不是在追求年轻，而是在告诉世界，我依然有情绪，有想法，有自我。所以啊，姐妹们，别再让低调成为你不敢亮起来的借口。这个秋天给自己加一点色，可以是一条香芋紫的围巾，一件日光黄的毛衣，一双摩卡色的短靴，或者一条橄榄绿裤子。它们不只是衣服，它们是你的生活态度。女人到了中年，不是要学会隐形，而是要学会发光。让我们用色彩去温暖自己的心，去点亮每一个平凡的日子。当你穿上那件花里胡哨的衣服，其实你在告诉自己，我依然值得被生活温柔以待。好了，这期咖啡屋到此就分享完了。如果内容对你有所帮助，麻烦你订阅和分享给身边的朋友。欢迎留言和投稿，在咖啡屋与我们一起学习别人的最好，遇见更好的自己。我们下期节目见。